大家好，我是李欣，欢迎来到脑洞 vs 黑洞。今天我们来谈一个有点严肃的话题——预言。为什么说严肃呢？因为今天跟大家讲的跟当今有关的几个预言听起来可能会句句惊心。但是有一点也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历史上的预言，很多过去验证过都非常准确的预言，到了今天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准确性呢可能会打折扣，因为我们每个人身在其中，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可能够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走向。所以今天给大家分析解读的几个预言，我们就做个参考。废话不多说了，我们马上进入主题。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流传着自己的预言，包括圣经启示录、诺查达马斯的诸世纪，南韩有格烟一路，印第安人和玛雅人也有自己的预言，还有释迦牟尼佛的金刚经等等等等。在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预言就更多了，例如诸葛亮的马前课、袁天罡和李淳风的推背图，刘伯温则有3个预言流传下来了，有烧饼歌、金陵塔碑文，还有推背图。那邵雍呢，有梅花诗的预言，佛家有武功经，道家也有太上洞渊神咒经预言等等。预言其实就是一些先知或者是修行道行高深的人呢，用一种比较隐晦的语言来告诉人们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与人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预言给后人能起到一种告诫和启示的作用。而关于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2020年，不约而同的历史上的好几个预言呢都提到了，而且呢都谈到了人类将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劫难。这难道是巧合吗？还是说我们人类的历史就像一个剧本一样早已经写好了，而那些古今中外的预言家们可能他们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多多少少看到了这个已经写好的历史大戏的剧本呢？首先我们来看刘伯温的旧节碑中的预言，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碑文的全文，我们这里只是节选一部分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个碑文中说平地无有五谷种，谨防四野无人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10月间。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不得观。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还有10愁在眼前，一愁天下乱纷纷，2愁东西饿死人，3愁湖广遭大难，4愁各省起狼烟，5愁人民不安然，6愁九冬10月间，7愁有饭无人食，8愁有人无衣穿，9愁尸体无人捡，10愁难过诸数年。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就是同打铁罗汉。难过7月初1、13，任你金刚铁罗汉。这里讲到2019年黄历的10月，将有一场大瘟疫从湖广开始蔓延。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冬10月间。而瘟疫会到2020年黄历的7月1日到7月13日，在中国达到顶峰。再说一下刘伯温旧节碑中预言，难过7月初1、13，任你金刚铁罗汉。中国第2波疫情的高峰会是2020年黄历7月1日到7月13日，也就是公历的8月19日到8月31日。参考第1波疫情中，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大约有1个月的时间差，所以可以预想世界其他国家第2波疫情的高峰可能是在中国高峰之后的1个月，那也就是大约9月份的时候。
除了大瘟疫之外，旧节碑还显示出这段时间还会有另外3大灾难。首先是粮食危机，原文中说：“平地无有五谷种，东西饿死人。”第二个就是有很多人会去世，多到什么程度呢？四野绝人烟，尸体无人捡，有饭无人食的程度。第三，还会出现战乱和兵变。原文中说：“天下乱纷纷，人民不安然，各省起狼烟。”好像是说各省会出现战事不断、兵荒马乱的局面。那会不会出现像清朝末年军阀混战、各省割据的情况呢？真希望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庚子年确实是动荡不安的年份。每当年份运行到庚子年这一年，自然灾害就变得更加多，而突发事件也频频发生。一些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写入历史的大事件也经常在这一年发生。因此民间一直流传着庚子预言、庚子之灾、庚子大坎的说法。例如1840年庚子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满清王朝的大门，中国近代史由此开始。而1900年发生庚子国难，义和团兴起，8国联军攻进了北京。与此同时呢，印度也发生了大饥荒，有数百万人饿死。1960年庚子年，中国开始持续3年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学者们统计，这3年有数千万的中国人被活活的饿死。今年2020年是鼠年，正好又是庚子年。再来看《黄帝地母经》中的预言。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每户人家都有一本黄历，叫做《黄帝地母经》，它也是一本预言的诗。地母经是以60甲子循环排列，每一年呢配一首诗一个卜，主要预言该年的农作物的生产情况和这一年的时运。而地母经中对2020年庚子年是这样写的：诗曰：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淹流，秋冬多饥渴。高田犹习半，晚稻无可割。情怀足流荡，吴楚多劫夺。桑叶须后见，残娘情不悦。见残不见思，徒劳用心切。卜文中说：属号出头年，高低多偏颇。更看3冬里，山头起木田。这里描述的情形和刘伯温旧节碑中的预言是不是很类似呢？首先也提到了会有很多人死亡，人民多暴卒，就是很多人会突然死亡，而不是正常的自然死亡。更看3冬里，山头起木田。到冬天的时候，山头会出现一片片的坟墓。看起来灾情有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区分，而下半年比上半年要更加严重。第二波的疫情看来会死更多的人。第二点，这里也提到了水患，春夏水淹流，秦淮足流荡。好像是说春季和夏季在秦淮河一带会有水患。这里的水患呢，可能是洪水灾害，也可能解读成沸水的瘟疫灾害。近530年来，秦河流域的洪涝灾害有131次，其中洪灾平均3年多就会出现一次，尤其在夏天梅雨季节特别容易形成内涝。还有位于秦淮地区的长江三峡大坝，近来也传出了大坝变形、坝体不稳的警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武汉肺炎普遍借由飞沫传染，属于一种沸水的瘟疫，所以呢，也是一种水患。那第3点就是秋天、冬天会有饥荒。
秋冬多饥渴，晚到无可歌。第4点还说情怀足流荡，吴楚多劫夺。这里可能是指在秦淮吴楚地区会出现抢夺物资、战乱纷争的情况，人民也可能会流离失所。吴楚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吴国、楚国的地方。楚地呢，北到秦岭以南的淮河，南呢到今天的吴陵以北。吴地在现在的长江下游地区。见蚕不见丝，徒劳用心切。这里可能是指工业停产，经济萧条，复工复产很艰难，而人民的生活也陷入危机之中。新冠病毒从年头爆发之后呢，武汉最早实施了封城的措施，然后发展到了其他的灾区，正常的经济生产活动都停摆了，整个播种的春季都笼罩在瘟疫灾情当中。秋收不好是可以预料的必然的结局，再加上蝗虫等虫灾的危害，到了秋冬欠收可能是无可避免的了。如果再有水灾，灾情会更加严重。除此之外，这一年还有一个噩耗，捕约，鼠号出头年，也就是老鼠带来鼠疫或者其他的损害也会非常严重。现在已知在内蒙古、甘肃等地方已经发生了鼠疫的灾情。那么这场灾难什么时候结束呢？从地母经来看，2020年望不到灾难的尽头。再来看地母经2021年的预言，太岁辛丑年，疾病稍纷纷，也就是到了2021年，疾病开始稍稍缓解。之后吴越桑麻好，荆除米麦针，春夏均甘雨，秋冬得时分。农作物的收成会好起来，天气雨水也会非常的适宜。桑叶树头秀，蚕菇自欢心，生产也恢复得很好。人民渐苏息，六畜张逡巡。人们渐渐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六畜的瘟疫渐渐地减退了。然而令人心惊的是，在2021年的卜文当中，卜曰：辛丑牛为首，高低甚可怜，人民留一半，快活好桑田。人民留一半，快活好桑田。到了2021年，只有一半的人口能够留下来，而留下来的人们就有大福报了，生活幸福安康，快活好桑田。此外，预言这场大瘟疫的还有佛家的武功经。武功经里面说：子丑之年将边起，死者万万欠棺材。这里把劫难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死亡人数之多讲得清清楚楚。子丑之年，2020年是子鼠年，明年2021年是丑牛年，瘟疫会延续到丑牛年。这次在江边武汉市爆发的肺炎疫情蔓延到世界100多个国家，许多死难者得不到棺材，是装在尸袋里就被掩埋的。如果灾情真的像预言中的那么严重，那么哪一半的人能够留下来呢？为什么这一半的人能够留下来呢？不同的预言中对此也有解读。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谈一谈。好的，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您点击和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